OK， 完成了。现在它就变成了我们这一个天幕的样式了。前面的视频中我们讲过，在 AnyLight 中做灯光天幕效果，当时是讲可以用 AI 图像编辑、编辑指定区域、灯光效果平移这3个功能都能够把参考图中的天幕效果生成到指定的项目上去，就像这样子。这个是参考图，这是生成到场景中的效果。但当时我只是讲了 AI 图像编辑与灯光效果平移。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再讲一下编辑指定区域中如何生成这个天幕效果，顺便讲一下版本选择里面的 2.0 和 3.0 都有什么区别。这里项目场景还是使用之前的这一个照片，把它拖过来。参考图这2张都是当时生成的天幕效果，这张我们当时没用过，把它拖过来。至于要不要画这个指定的区域，其实画不画都没太多所谓，因为我们单纯的用提示词也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范围啊。我这里就随便画一下，写上提示词，把 LED 天幕生成到指定的区域内，可做适当的调整，街道变业绩。我这里选择的是升级版 3.0， 生图分辨率选择 2K 到 3K， 然后生图。为什么升级版 3.0 里面我要选择 2K 到 3K， 不选择 1K 到 2K？ 前面的视频中我也讲过，就这个 1K 到 2K 相对于后面的 2K 到 4、5K， 它不只是分辨率降低了，它的语义理解能力、生成的效果都会降低，所以它一般只是起一个预览的作用，大部分情况下生成的效果都不是非常好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正式出效果，还是要用这个 2K 到 3K 以及后面的这些。这个升级版 2.0 和 3.0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它们的区别非常小。在渲染风格方面， 3.0 它是更偏向于实拍效果的，也就是它生成的效果往往对比度比较高，天空比较暗，当然这些可以通过提示词去控制。和 2.0 更偏向于一种效果图，当然这种区别都是非常小的，你生成的次数多了，自然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区别。至于语义理解方面， 3.0 是要强一点点的，但都不是非常明显，大家自己去试。这里已经生成完成了，可以看到在没有做什么要求的情况下，这个 3.0 它的环境是非常暗的，而我们前面生成的这2张，这是 2.0 生成的，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亮一点，就这么一个区别。其实这个亮与不亮完全可以通过提示词这里去控制。如果你不会写，可以看一下景观照明模板模式里面的这些预设的提示词，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反推你白天的图片的提示词，让它自己写，然后你自己做更改就可以了。至于怎么去反推，这些里面都是有教程的，自己去看啊。好，回到编辑指定区域啊，生成的图在这里，这一张就是我们参考图，这是生成到场景里面的效果，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。如果说我要把这一个场景里面的这一个天幕，比如说换成这个，怎么做呢？也是一样的方法，点击编辑功能，它会把它拉取到 AI 图像编辑里面，然后你换一下这里的参考图，拖进来，改一下提示词，把蓝色天幕变成参考图中的黄颜色的天幕，点生图。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把这里的天幕效果换成这一个黄颜色的。好，生图完成了。我们对比一下这2张图，可以看到它只是把颜色换了一下，那么这个应该是提示词的问题。我们对比一下，把蓝色天幕变成参考图中黄颜色的天幕，这应该是我这个提示词的问题。我说的就是变成黄颜色的一个效果，所以这个天幕的样式没有变，它只是把颜色变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把提示词再改一下，把蓝色天幕变成参考图中的样式的天幕 ，OK， 再生成，这样子它就应该不会只是变颜色，而是把整个样式都会变成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说 3.0 它的语义理解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但是如果你的提示词不准确，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等它生成完成 ，OK， 完成了，现在它就变成了我们这一个天幕的样式了。好，这一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下一个视频再见。